如何提高审美？想要提高审美，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审美。审美是由3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结果，它们分别是生理层、文化层和经验层。楚王好细腰，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文化权力影响下的由少部分的口味演变成一种地域性的时代主流的审美。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会更喜欢瘦得合理一些的，因为在我们的生理中潜在的认为健康才是好的，这是我们的基因告诉我们的择偶选择。但是免不了我们其中有一部分人喜欢更胖的或者更高的，可能因为从小被那样深情的人照顾过、关爱过，产生了一部分的依恋情绪，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身材没有是这样的，从而产生求而不得的向往。那这一部分就是个人经验所影响的了。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审美的趣味就会发生差异，这就是经验层。审美是这3层的综合，具体的讲解可以参考我上一次做的这个视频，也许会更加理解其中的结构和缘由。既然知道了什么是审美，那如何提高审美呢？或者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想要提高审美？当我们发现自己穿衣服很丑，或者他的穿搭更好看的时候，又或者是正在画画和做设计的学生们被老师数落没有审美的时候，也可能是看到了一些获奖作品，自己根本就看不懂好在哪里，但是他们都说很好的时候。总之，我们想要有所改变，有所理解，那么提高审美有2条线路可以进行，一个是向内探索自己，这是帮助自己找到起点；另一个是向外理解世界，这是在帮助自己提高。提高审美要先从了解自己的审美开始，去微博、B 站搜寻关于绘画的话题和帖子，去看图吧，关闭所有的弹幕和评论，不要管任何人的评价，也不要去寻求任何人的认可。在浏览图片的过程中，去感受一下自己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把自己心动的图片收藏起来。注意，不要去评价，不要去评价，不要去评价，重要的事情说3遍。不要让我们的理性介入到其中，不要让他者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用身体去感受，和心动的图像来一场无声的恋爱。当你感觉自己一整天都找不到什么更多的心动图像时，你就可以开始收手了，开始浏览自己的收藏夹，在心动的海洋中翱翔，然后开始回忆这种类似的心动的感觉在你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什么时候曾出现过，去寻找自己心动的脉络是从哪一刻开始出现的。有人会说，这是我曾经看过的那个电影呀，原来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个人也曾分享过这个。总之，原因有无数个，找到它的那一刻，你会恍然大悟，会有一种恍惚的惊喜，诧异的惘然。攘外必先安内，现在你了解自己的审美了，你的内心稳住了，终于可以开始去看外在的世界了。从生理层的本能审美和经验层的自我审美，开始走向了文化层的大众审美。你不再是一个不停渴求外界认可的小孩了，不需要在评论区里找认同感了，也不需要通过批评别人证明自己的正确了，因为你知道自己的审美是怎么一回事了，你重新看到了自己。但是自我是需要成长的，一个完全封闭自我的状态会导致内心的枯萎。一个摸清楚了自己审美的人，必然还想再了解其他的审美，他一定会深刻的觉察差异的存在，不会对差异选择性的无视。而这种差异广泛的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会从自己的经验开始，主动的去触碰文化。关于文化层的审美经验，我推荐先从我们过去熟知的艺术作品开始。那贡布里希的这本《艺术的故事》就堪称经典了，它能够帮助你把现代艺术之前的西方绘画史的脉络梳理清楚，帮助你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帮助你把过去零零散散看到的那些艺术作品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同样的，高居翰的这本《图说中国绘画史》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帮助我们梳理自己传统绘画的脉络。读完这2本大脉络的入门书籍，我们就有资格来看当代艺术了。推荐先看这本《与艺术对话》，它是关于一堆英国当代艺术家的采访合集，里面有弗洛伊德和大卫霍克尼的采访哦。先了解这些艺术家，你会觉得他们是一群有趣的、正常的、深刻的人。在这样的印象之后，后面再去看他们作品时，就不会轻易的产生一种抗拒感，因为你会知道做出那些作品背后的人和你一样，都是正常的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乱做的。现在你可以来看这本《现代艺术150年》了，这是一本很好的通俗读物，
他以线性的方式串联了从印象派到当代艺术的150年脉络，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包豪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都有所覆盖。看这厚厚的一本书，如同看哲学发展史一样，你会看到各种观念的碰撞，会不断的惊呼，艺术还可以这样？然后反思自己，艺术为什么不能这样？它好像真的可以这样。现在你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审美了，我不是来告诉你对错的，如果你真的去看了，你应该发现了吧，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那些让你感受原来如此的成长时刻，你的内心里还出现了一些难以控制的厌恶和喜悦，它们不停地生灭。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惊呼，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画只有这么点评论？这个作品完全没感觉啊，写了这么多，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我好像还是没感觉。最重要的是，你会有更多的困惑和兴趣。如果你选择直视它们，你就会去看更多的细分类的书籍资料，比如专门讲南北朝佛教像的，或者汉唐时期墓葬艺术的，或者专门讲拉斐尔前派的，讲古希腊雕塑的，讲非洲木雕艺术的。如果你继续探索下去，你会慢慢发现你内心里的审美趣味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平和。那种强烈的喜悦和不满会渐渐地变得罕见，似乎都可以开始理解，并且真的开始接纳了。我们会从那个小小的自我中走出来，发现更广阔的天地，也发现自己内心中那么多的东西原来都来自于这个世界。我们会更深刻地和这个世界和解，你会知道那一个又一个的众生就是你自己。到那一天，你不会再问出这个如何提高审美的问题了。高与低、美与丑这样简单又粗暴的划分，你会越来越嫌弃，很难再像当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样，那般迷恋某一种审美，狂热的想要成为那般模样。你真正的成长了，不自觉地让自己的审美状态更平等了，不会在观看时不由自主地崇拜或贬低某一件作品，能看到更多以前看不到的美，并且感受到它们，收获更细腻、更丰富的审美情绪体验。而这一切都是从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开始的。了解是一切对话的前提，也是一切对话的结局。我是维维老师，关于如何提高审美的问题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